近日，一件离奇的微笑死亡事件引起了广大市民的关注。死者分别是大明星李天赐、拉丁舞蹈师姚一伟以及跳水管健正军。他们死前脸上都带着诡异的微笑，死法看起来像是意外，但细想起来却颇为匪夷所思。与此同时，警局的人在一个热闹的派对上布下天罗地网，打算阻止一桩非法交易被逮捕相关人员。王博二穿着苏格兰裙混在其中，和上司安琪抱怨分给自己的搭档黄飞鸿是个老油条。话多麻烦还不具备演技。安琪表示，他虽然啰嗦了一点，但年轻时立过不少功，堪称警队之星。之所以指派两人做搭档，完全是因为他们一个冲动，一个油滑，正好互补。说话间，目标郭小豹一行出现，王博二控制不住手脚要冲过去，安琪一再将他叫回。这时，王博二发现7年前的一个重案犯陈虎也出现在现场，他不愿错失这次抓人的机会，于是不顾安琪阻拦，和陈虎大打出手，现场顿时乱作一团。此时，陈虎已经甩开了王博二，黄飞鸿气定神闲地摘下耳麦，成功在楼梯间堵到了陈虎。虽然他平时看起来不靠谱，但确实有些功夫在身上，动作行云流水，让人眼花缭乱，具备观赏性的同时不失力道。陈虎使出全力，仍被死死压制。就在黄飞鸿凌空一脚准备来个漂亮收尾时，王博二突然半路杀出，黄飞鸿只能死死刹住攻势，陈虎则趁机跑路。这次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人犯没抓到另说。酒吧还要求警局赔偿上100万的损失，上司将3人一顿臭骂，要求他们回去写一份详尽的行动报告，否则就全都调去看大门。离开上司办公室，安琪埋怨王博二是自己升职路上的绊脚石。在中间的黄飞鸿表示，如果这么喜欢吵架，干脆结婚算了。与此同时，一起新的案件在城市角落悄悄发生。安琪和王博二带着人勘察了现场，死者名叫王峰，是个有糖尿病的未婚男性，死后被封在水泥里，重要物证手机和尸体被一并带回调查。根据死者脸上的笑容，王博二推测这次也是微笑杀人案凶手的手笔，并且他还有个重大发现，那就是在几个死者的葬礼上都出现过一个神秘女人。根据犯罪心理学，凶手出现在死者的葬礼上多半是为了欣赏自己的作品。女人名叫刘金水，是个18线小演员，跟所有的死者都交往过，种种线索似乎都指向了她。王博二也认定这是一桩连环情杀案，凶手就是刘金水。于是没等安琪制定计划下达命令，王博二就冲到刘金水的拍摄现场，将她抓回了警局。王博二拉来安琪，准备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搞定刘金水。刘金水却坚称自己和这几起谋杀案根本没有关系。这时黄飞鸿带着一沓报告交给安琪，是王博二在这次行动中遭到的投诉。如果现在不放了刘金水，还有再多加一份。王博二和安琪迫于各种压力，只能放人。就在这时，刘金水的姐姐戴依依来到警局，她的魔鬼身材、天使面孔让办公室的一群男女或嫉妒或垂涎。戴依依和刘金水是同母异父的姐妹，两人的关系似乎也并不融洽。戴依依曾抢走刘金水3任男友，她的新欢也毫无例外是刘金水的旧爱。晚上，一无所获的王博二和安琪来到死者家碰运气，没有搜查，他们只能想办法偷偷潜入。身手敏捷的王博二一个助跑，踩着垃圾桶飞上了2路，很快反应过来安琪还在下面，他又跳下楼将人扔了上来，一次不成就扔了一次。不得不说，安琪虽然看着娇弱，但人很皮实，就这样摔摔打打也毫发无伤。然而想到夜探死者家的不止他们，房间里有2个黑影正在对峙，王博二打无限挨揍，像个人肉沙包。最后黄飞鸿拼了老命才将对方按倒在地，西装男怀里的证件也掉了出来。原来他只是休战的王博二几人继续在屋里调查，发现死者王峰和刘金水、戴依依都保持着恋爱关系，并且近期准备和其中一个求婚。保险，戴依依拿出一份受益人为自己的保险单，要求新男友签下它，以此证明对自己的爱。新男友却表示自己爱的是刘金水，打算回到他身边。戴依依嗤之以鼻，这些男人总是这样，先是被自己抢来说如何爱他，最后又吃回头草要和妹妹求婚。戴依依似乎也习惯了，表示分手可以，但要签下这份保单就当作为补偿。男人无奈签字离开，戴依依抱着胳膊自言自语地说走着瞧，她身上似乎也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此时刘金水带着礼物到医院探望卧病在床的二叔，这次的事情让他的事业再次遭遇滑铁卢。堂哥安慰他不要太担心，刘金水似乎习以为常，这几年他像是惹上了瘟神，没有一件事称心如意。堂哥闻言带着刘金水找到一个大师，希望能找到一个破解之法。大师看着似乎不太靠谱，告诉刘金水他被一个女人下了孤独终老的降头，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那个人不再下。这本质问，戴依依却坚决否认。等两人离开后，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八卦盒，里面装着一个洋娃娃。和堂哥分开后，刘金水遇到了前男友，对方拿出钻戒向他求婚，话还没说完就面带微笑栽倒在地。尸体被警方带回，这次他们发现了藏在尸体腋下的一根银针，同时也查到了5个死者保单的受益人都是戴依。王博二马上将戴依列为自己的第一嫌疑人，并马不停蹄将人带到警局喝茶。结果不出意外，还是因为没有证据不得不放人。案情依然没有进展，一个小警员无意中看到了来领死者遗物的刘金水，
还听到对方说要订一张马上离港的机票。小警员将这一消息告诉王不二姐人，他当即认定对方是畏罪潜逃，于是便火速追上准备离开的刘金水。不得不说，王不二的行动能力超出了他的脑力。他卯足劲追了半天，结果却还是将人跟丢。他气喘吁吁地给安琪打去电话，让他务必想办法拦住刘金水。安琪绞尽脑汁想了一个办法，他有这种好事也一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以这个拙劣的谎言很快就被他戳破。王不二索性不搞那么多弯弯绕绕，直截了当问刘金水有没有爱过这几个男人，想不想找出幕后真凶。刘金水点了点头。王不二当下便决定由自己来扮演刘金水的未婚夫，以此将真凶引出。为了不露出破绽，王不二搬进了刘金水家，以防有人在四周监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屋子外的树后，堂哥正拿着望远镜观察两人。翌日，王不二和刘金水一起去拍婚纱照，他脖子上的宝石项链引起了王不二的注意。这个项链是刘金水的爸爸送给他的，个头这么大肯定不是真的。他见王不二喜欢便摘下递给他。这时戴依依拿着一个盒子找到刘金水，原来那个让大家以为是巫蛊娃娃的东西其实是妈妈送给刘金水的生日礼物，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东西，后来被戴依依抢走，没想到他一直没丢，还缝好了这个娃娃，现在总算是物归原主。与此同时，王不二带着那个项链回到警队，黄飞鸿一眼认出了他，这就是02年在纽约博物馆被盗的那颗名为寂寞眼泪的宝石。当时的窃贼是赫赫有名的神偷谍影，宝石被送去鉴定。王不二离开警局，在停车场遭到堂哥的飞针袭击，毋庸置疑他和微笑杀人案脱不了干系。王不二躲过接连射来的飞针，横空一跃和堂哥缠斗在一起，并最终将他制服。此时刘金水正在医院照看二叔，王不二也火速赶往医院，戳穿了二叔神偷谍影的身份。原来二叔和刘金水的父亲就是当年成功潜入纽约博物馆的大盗，刘金水的历任男友也是被他说傻。堂哥的技术太菜，一看就是来顶包的。被戳穿的二叔索性不再隐瞒，直接从床上弹起来掐住了王不二的脖子，接着甩开他，换上衣服逃出了医院。随后赶来的黄飞鸿见状急忙追赶，一番较量后用失传已久的影分身打败了二叔，却被突然冒出来的王不二抢了人头。案件告破，据二叔交代，刘金水的父亲曾留下巨额遗产，继承条件是他在30岁之前结婚，否则这些遗产将自动转赠给二叔。这也是二叔千方百计阻挠刘金水结婚的原因。事情告一段落，黄飞鸿成功退休，从此就能安安心心在家做好饭，等着漂亮老婆回家。王不二身边则桃花朵朵开。